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做了几期开箱，于是就有人问我，你一直在买，那你用了什么呢？好吧，现在就开始做我2020年的第2期空评。上一次做空评好像是今年的5月份，收到了还蛮不错的回响，大家说我做的非常的霸气。其实我不过就是说了个大实话，很多东西在我脸上没有用。那我在2020年的下半年又用光了多少空评呢？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从我的护肤步骤开始。首先说的是卸妆，具体的卸妆这里只有2样产品，第一样是 Emma Hardy 的卸妆膏，这个卸妆膏其实是非常的有名，可是我自己觉得好像是第3罐还是第4罐之后，我应该不会再回购了。首先必须要吐槽的是它这款毛巾，是的，看起来非常的恶心，如果我闻上去还有一股那种油耗的味道，它就是必须要搭配这款毛巾使用。实际上呢，我也试过不用这款毛巾，其实用的也还不错，但是有那么多好用的卸妆膏，说是不用这个卸妆毛巾，那为何不用其他呢？但是这个它让人很舒服的是，它的这个味道还算比较好闻，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第二个是一个要吐槽的产品，是老麦和的卸妆水。这个卸妆水我觉得味道非常的不好闻，效果也是很一般。这个我不记得多少钱了，但肯定是不便宜，对不对？这个要比起那种白尔登玛或者是理肤泉的那种10块钱一大瓶的这种，完全比不过。我不知道当时就是发了懵就买了这瓶，非常的不喜欢。洗面奶我有用了很多小样，但是首先先把正装的3个说掉。第一个是 Altamont 的氨基酸洗面奶，还有一个就是Ioma 的3号的洗面奶，再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好像德国世家的一个洗面奶。其中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 Ioma 的这瓶，但是你要说它的价格好像也不便宜，150毫升30块钱。你要说它的差别和那种薇姿的10几块钱同样大小的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它的泡沫很轻柔，洁面也很舒服，但是我应该不会回购。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封城，我去他们店里做美容，然后就对我做了一个皮肤测试。我之后还有几样 Ioma 的东西，都是那一次做完皮肤测试之后，测定针对我皮肤的一些产品，所以我当时就买了几样，用起来呢还不错。但是你问我会不会回购，会不会特地去买他们家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不会。如果我不是要去做脸，我应该不会买，还不如买它的平价那种薇姿的那种。我现在就在用一瓶12块钱买的。这个 Altamont 的呢，其实蛮好用，而且我上一次去美国应该就是去年的年底12月份，对吧？所以这就上一次买的，到现在才刚用完就知道它有多经用。但是它有一个让人很接受不了的槽点，就是它的这个口啊，很容易被堵住，就算你每天用，它都会有结块，你就要用指甲把它抠开。不知道它的设计怎么会让人觉得很不爽。这个德国世家的呢，是我去年11月份在哥本哈根开会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没有带一支洗面奶，然后那个酒店楼下就有一家药妆店，我就进去看到这个我就买了。这不是我第一次用，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不喜欢。你看这还有一些没用完的，你看它是这种泥质的质地，洗到脸上你感觉你好像有一种磨砂的感觉，但是它的清洗真的是非常的艰难，你感觉你在脸上冲洗了很多次，还有一些小颗粒就扒在你的眼睛上或者是皮肤上，很难洗干净，一言难尽的感觉。另外就还有一些这有一个伊丽莎白雅顿的磨砂膏，怎么说呢？实际上我用，待会儿你们会看到我用了很多化学的去角质的产品，所以对物理的去角质我觉得好像已经没有那么有兴趣了。可是我2月份再去 Ioma 店里做皮肤护理的时候，那个美容师跟我说，其实物理的去角质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听了他的话之后呢，我就买了这么一罐就在用，但是真的是很难想起来用，可能建议是1个礼拜2到3次，我差不多是能够坚持1个礼拜1次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经常忘记，一般都是2个礼拜1次。但是我用完了这罐之后，买了一罐其他的物理去角质，就是图个心安嘛。而且现在越来越老了，皮肤的新陈代谢会越来越慢，所以呢，去角质还是没有必要。另外几个都是小样，一个是碧欧泉的那种洗面泥，一个是理肤泉的清洁啫喱，还有一个是 Omoda Visa 的一个也是洁面膏。怎么说呢？这3个都是属于泡沫不太强的，如果我自己要买，应该不会买。但是你让我用下来呢，还是那句老话，洗面奶
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好也不会用到哪里，不会因为你的护肤步骤用了一个很贵的洗面奶，你的皮肤就变好了。所以我就觉得看着办吧。好，第2步就要进行到化妆水，是吧？首先讲一个刷酸的，这是 Ordinary AHA BHA 这一瓶。我老实说，实际上都用了1年半左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用在脸上，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这么大一瓶，我的护肤品非常的多，但是我一直秉承着不浪费的原则，所以到后来这一瓶一直是用在我的身体上。我们既然要跟我们的脸去角质，那一定也要跟我们的身体去角质了。所以这一瓶就一直是用在我的手肘和膝盖。我觉得好像有点效果，我觉得那个手肘的皮肤还是有变光滑，不会像以前那种摸起来干燥燥的。问我会不会回购呢？应该会吧。这一大瓶好像才7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2瓶我觉得都还不错的化妆水，一个是 I'm From 的，如果看我之前在 YesStyle 的开箱就有知道这个米水，还有一个是 The Originals 的菌菇水。这2个呢都属于那种你洗完脸趁着脸上还有一点水的时候就把这个铺上去，但你要觉得化妆水能改变你的护肤有多少，我会觉得就那样吧。如果有看 Dr. Trey 的视频，他是建议化妆水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存在的东西，你其实就化妆水80%的成分就是水，那你何必要用呢？你就洗完脸那个水，你用其他的油把它封住，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精华把它封住，那就是水了。所以呢，你们自己想吧，你们觉得有用就是有用，你们觉得没有用就是没有用。这个标全的一个 lotion 怎么说呢？是当时买了他们家的一个身体乳的时候送的，我觉得我自己肯定是不会买，但是有时候早上不洗脸就用它清洁一下，也觉得好像也还可以。另外一个就是 Melvita 的橙花水。Melvita 是法国一个很出名的做芳香或者是花之类的产品的，它有很多产品线，什么比较出名的肯定是有玫瑰啊，还有薰衣草。但是我就觉得除了味道很好闻，你说这种自然的产品对你皮肤有多少的？我其实看过很多文章，大家说什么这些花水，特别是像玫瑰水啊、橙花水啊，会对皮肤起到镇定。可是我在做那种纸面膜的时候，你觉得它有多少用呢？不知道，就可能是图个心安吧。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品项可能就是精华。先说几个比较贵一点的吧，这个是 Ioma 的我的精华，就像我说的，它会对你做一个皮肤测试，然后根据你的皮肤的怎么说各种需求或者是缺乏的，它就会给你配一个精华。可是这个精华当时我用了之后也没有觉得皮肤有多大的改善。其实它是说你用完这瓶精华2-3个月的时候要去他们店里做一次检测，就是你最缺乏的那几项有没有提高。可是你们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疫情很严重，所有的美容店都在巴黎是没法开的，然后我也就忘了，就再也没有测试过，所以也不知道它对我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回购？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我去他们店里做美容，我可能会买，那你让我自己可能应该不会。这个是Sunday Riley 的 Nula， 它这个是含有retina， 但是我觉得它还算比较好用吧，应该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它其实上它的颜色是这种，就是跟这个瓶子差不多的，就是这种非常的蓝色。你用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怪物一样，但是可能几秒之后它就被皮肤吸收了，吸收还是蛮快的。我一般把它用作夜间护肤的最后一步，在擦完了乳霜之后，再把油稍微封住一下。但是你要觉得 Retina A 这种成分，你可能不用个10几年，你可能不知道你跟别人的差距，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对我的抗老有多大的提高。再就是又是老朋友了 ，Sarah Sherman 的熬夜神油，应该不会再继续购买了，这应该是我的第4、5、6，不知道第几罐，我觉得好像没有以前刚用的时候那么有效果了，可能再停个1-2年再继续用。我觉得油的产品嘛，是护肤当中还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有这么多产品可以试，以后再慢慢再回用吧。这个是国内风很大的 EGF 的 Bio Effect 的一个油，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它很难吸收，就是你在脸上摁了很多下，你也没有觉得它吸收。但是 EGF 也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说是对皮肤有喷起，或者是有怎么说？我看到很多博主说用之后觉得他皮肤怎么好，在我脸上还是一个感觉，没什么改变。但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有些东西它就是润物细无声，你要长期反复使用才能感觉它在你身体或者是皮肤上的体现。可是不好意思，我就用了这一小瓶就没有再回购了，所以我不能说多了。再接下来就是一些还算比较便宜的一些精华，一个是 Espa 的
这有一个 Ispa 的提亮精华，我就是把它作为白天的一个补水精华来用，反正也没有觉得好，也没有觉得不好。这个以前在我的空评里头就提过了，是理肤泉的一个 B5的精华，还算蛮好用，就是你在化妆前用这做个打底，对皮肤的保湿还是有蛮大的提高。这个是当时在哪个盒子里头开出来的，好像是 Rodell 的，说那个胶原蛋白骨胶原的一个精华，反正这个还算比较好吸收吧。但是你要觉得那种胶原蛋白对我脸上有多少的提高，也是觉得没什么非常大的不同。这一个是特别是在 Look Fantastic 里盒子里头很容易开出来的一个玫瑰油，你就随便用用吧。反正我有擦脖子啊，擦哪里，这种油的产品就是保湿嘛，用多了也不算差，但是你要用少，你也觉得它对你皮肤有多少的伤害或者是提高，好像也没有。这个是 The Ordinary， 应该算是 The Ordinary， 还算有点贵的吧，我不记得多少。Buffet 已经是他们相对偏贵的，这个是 Buffet 的加强版，加了铜的那个 peptides， 它的那个应该还可以看到一些吧，对。不知道你们镜头里头看是这种蓝色的质地，用起来还觉得还蛮神奇的，可能也是要长期用你才可以看到它对你皮肤的改变。我就用了这一瓶，然后就换了别的，会不会回购呢？应该会吧。我就觉得大家都说这个 copper peptide 是对皮肤是有科学证明是有提高帮助的，但是这种东西要必须长期使用，你只用这一小瓶你应该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 The Inclinist 的，也是 Q10 是什么胶原蛋白的一个霜，怎么说呢？无功无过，就是一个有点保湿，但是你说它用完了之后你皮肤会嘭起来吗？也没有觉得。这有两个小样都是油，一个是不知道对不对了，叫 Emma Hardy 的一个护肤油，一个是最像的 Marula 油。怎么说呢？油就是那种你也没有觉得它会对你皮肤立马就产生多么强的改变，但是呢，如果大家那种油皮不习惯用的，其实你在你的护肤过程中加一点油，你会觉得还是对你保湿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护肤油讲完了，再讲哪个呢？我讲眼霜吧。这两个应该也算是我老朋友了，就是理肤泉的，一个是Retina A 的，就是视黄醇的，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C 的，他们两个我是搭配起来用，一个早上用，一个晚上用。反正你们看吧，我的眼下也不算有很多纹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起的作用。理肤泉的东西也算不是很贵，所以随便买了用。我说我要减少用我的眼霜，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有这么多的眼霜。这个应该也在我之前的空瓶里有 Dr. Dennis Gross 的，也是视黄醇的眼霜。我觉得质地很好吸收，就是你轻轻一抹就非常快的被吸收了。但是你真的是把你已经存在的纹路可以抚平吗？要长期用才知道。但是他们这个就比理肤泉的贵很多，所以也不知道它贵的原因是哪。反正我可能就是交替的使用。这个是 Anonymous 的骨胶原眼精华，除了好吸收，我没有对它有其他的任何感觉。这瓶好像还蛮贵的，没有什么买的必要，我个人认为打折的时候可能先进。这个是 Dolphin 的补水的一个眼霜，我早上如果要画眼下的一些打底，就是遮瑕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当成打底，还蛮保湿的。但是会不会特别去买呢？应该也不会。这个是法国的一个药妆的品牌 Garancia 的，据说是可以去眼下肿的，没什么感觉，我就把它当一个普通的保湿的眼霜在用。精华刚才讲完了，其实还有几样那种也算是精华，但是在我讲面霜之前，先把这几个维生素 C 的产品讲了。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几期护肤的视频，就知道我最近非常的迷维生素 C。我觉得还是我属于比较黑的人，但是用了一些维生素 C 的产品，我真的觉得皮肤有一点提亮，不是说变白了，是变得有光泽亮。最开始的时候我是用的这个倩碧的这种是其实买的时候是4支装的，就是你一支要用7天，所以它就是1个月的量。我当时用完这1个月的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皮肤有提亮，有一种非常觉得看来在我身上有用。但是我也看了很多文章，知道维生素 C 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产品，所以在很多产品当中，虽然他说它是含有维生素 C 的，但是因为日照啊或者是其他的原理，它就会挥发，最后吸收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作用。所以要用维生素 C 可能是一个你需要比较
怎么说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这就是我在当时尝试的时候买的切尔氏的一个维生素 C 霜。这个呢，我感觉用的脸上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刺激，就说明它的维生素 C 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没有这个倩碧的明显，所以我当时觉得还不错，我就只买了一个15毫升的，应该不会回购。还有就是 The Ordinary 的这个维生素 C 的霜，这个的质地非常的奇怪，它里头有那种像磨砂膏的那种沙的质地，据说是我看了一些文章说是那就是维生素 C 的一个成分，你把它按在脸上摁破的时候，那个成分就会摁到脸上，这个是所有的产品当中最刺激的。像我这种，我个人觉得我已经是皮肤非常的耐受，因为大部分的东西都没有作用，也不会过敏什么的，但是这个就觉得有点刺激，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既然刺激，那应该效果还不错。怎么说呢？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非常大的效果，但是它这么便宜，会不会回购呢？再看吧，有时候要看心情。这一个也是在当时尝试的时候买的一个小样，也是 Dr. Dennis Gross 的，这是一个面霜。我就没有觉得它是维生素 C 的面霜，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面霜，所以可能面霜它毕竟成分来说没有精华那么容易被吸收，所以含维生素 C 的那种面霜，那只不过是商业的噱头吧，至少我这么认为。既然已经讲到面霜，好吧，我其实面霜用的非常的少，只有一个，如果你们知道，这就是那个银霜，最开始出名就是在王菲的化妆台上，所以当时就觉得而且看了很多那种软文，就说这个霜怎么好用。这应该是我的第2瓶了，我也没有觉得它好用，也没有觉得它难用。刚开始用的时候是3、4年前用的第一罐，那时候皮肤还蛮容易出油，我觉得它的控油还是有一点效果。可能现在年纪变大了，也逐渐走向不出油的过程，所以瓶霜我觉得有没有用呢？它价格也不算特别贵，也不算特别便宜，而且这么大一瓶70毫升，我是今年年初开的，差不多到5、6月份才用完，反正也就是那种无功无过的这种面霜吧。还有一个是这种大家应该都知道 SK-II 的一个小样，是我当时买那个神仙水和面膜的时候送的。它这个霜呢，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我10年前用过很多瓶，现在用起来我觉得还是蛮保湿的。面霜你能涂个什么呢？不就是保湿吗？所以从这点来说，它还是作用非常好的面霜。这有一个我觉得完全就是智商税了，就是娇兰的熬夜霜。我当时看了很多博主说这罐熬夜霜怎么好用，所以我就当时立马就买了3支，这是还好，这是我的最后一支了，用完了我是绝对不会回购。首先它是娇兰家那种典型的，很香很香，现在已经用完了很多个月，你打开还是那一股香，你晚上涂在脸上，你会觉得好像睡不着的感觉，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香了。这个呢，它是叫熬夜霜，但是呢，我觉得它又没有很多那种过夜面膜，比如说像富爱曼啊，或者是蓝鱼子家的，当然它价格也没有那几个贵了。可是你要把它当做普通的晚霜来用，你也没有觉得它很好用，反正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火，完全不懂。你们从中能够找到1、2样对你们有用的产品。好啦，拜拜。